所以想问两位，到目前为止有后悔过生小孩这件事吗？没有。有时候你一定会多少那种，比如说怀念单身的时候，怀念没有生小孩的时候，就这个时候你要说他叫后悔嘛，我觉得也算吧。但是我是觉得说，既然做了选择了，你就把它执行下去。然后再来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小孩子带给你的对于人生整体的一个价值转变，这种真的是你没有生小孩，你从来不可能会有的体会。但是那个东西带给你的感受是其他任何事情没办法取代的。大家很多时候都是看片面的状态，但是你只看到那个切片，你只看到那个切片，即便他平常99.9%的时间都是乖的，你已经99.999%预期他没问题了，啊，他那时候哭出声音了，你是不是还是要被公审？所以压力就是在这边。而且小朋友在餐厅，我最近非常有感这件事情。那个副总啊，他算是很爱吃的，很爱吃的人。我从大概几个月啊，4个月大概就会带他出去，吃吃喝喝，到最近就开始吃人类的正餐这样子，然后就只是不要太咸，不要有调味这样子。但是他 always 会把地面用的超脏超烂。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也跟我一样有一样的困扰，就是现在每天出门，其实你都会被人家认出来，会被人家打招呼啊，或是被人家什么。但是我刚发现你不戴眼镜之后，其实很难。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伪装，我都很容易会被人家很亲切的打招呼或什么的。然后所以每次只要他把那个地板弄得非常脏之后，我都很害怕。但对啊，其实我 always 都会扫，我 always 都会帮店家清。但是有的时候是店家说，没关系，你不要弄，你不要弄。而且有没有可能是你假设你被偷拍的时候，是你正要清之前，对，然后就是我讲时间切片嘛，他就切在那个时间点，然后你就被拍上去了。对，然后而且我上次就是我们才有一次聚餐然后旁边2桌的人都很热情的这种，你来吃饭。然后之后我就是要开始吃完了嘛，我就蹲下去开始剪。而且我本来就有这个习惯，我以前当过服务业嘛，我做过餐饮业，就是我知道那个帮他剪，店家过来跟我讲，你不要，我们自己用扫地那个扫就好了。然后说没关系，我帮你剪一下。说你真的不要给我扫，就你不要整理，我们自己扫就好。我说不行，我怕被人家拍到，我只要被那个瞬间，那很恐怖，哇，超可怕，你解释不完，你就没有办法。即便你是真的有要去清，但是如果你是在那之前被拍到的话，对，所以我最近就推荐大家学习工业知识，有一种东西叫做养生胶带。养生胶带你知道什么吗？就是你知道那个油漆工啊，在贴那个遮蔽的时候，它就是像塑胶，然后拉出来一整长条。你吃饭前你就把小孩下面把它贴一条，然后小孩那个安全座椅放上去之后，它就会完全卡住那个胶带条，然后跟下面遮蔽的地方。然后吃完了又很乱嘛，你就把它包起来就好。我们以前会买那个板的，不是有那个红色的塑胶布嘛，很薄的那一种，可以撕的那种，就铺在地上，买那个铺上去。但是话说回来，你们到现在带小孩出国，他们现在是有记忆的吗？还是你每次回来那一趟你会觉得哇，那太棒？还是你会觉得浪费钱，他根本什么都不记得？可能2岁前出国的记忆他比较小，但是我觉得啦，就是你回来之后，他长大之后，你给他看照片，当时我们去那个地方，你也有去哦。其实他也是会有感觉的，他会觉得说，爸妈是有认真在，就是想要带我去体验这个世界的，让他觉得受到关爱这件事情，其实比说你真的带他去哪里还要重要。你说不是带出国，但是你有像我们可能偶尔都会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嘛，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蛮不错的，让他知道说，我们这个家庭，我们是一起在经营这个生活的这种感觉。那回到这个主题，就是你知道很多人大家不结婚不生，就是当然前提还有一个不结婚嘛，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其实是生育率排名第4，你知道前几名是谁吗？韩国吧，韩国其实是倒数第3，在前面就是香港跟澳门不过我最近才刚从韩国回来，前2天，我觉得他跟我们也是有差不多类似的问题，就是房价超高，然后打工的薪水其实不高，因为我去几间工厂。然后很多工厂其实它的薪水换算回来都跟台湾是差不多的薪水，就是3万多块钱的这种薪水。然后他们为什么咖啡店这么多？我这次终于遇到一个韩国人问他，因为我每次去韩国，他们的那个咖啡店都是多到非常多，然后里面一整天客人就没几个。我想说你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然后这个是韩国人跟我讲的，我就不代表我个人的。对，他说基本上所有的咖啡店，大部分99%都是 part time， 都是领那个最低薪资的 PT。然后所以他们的那个薪水又是比一般的最低薪资还要再更低，然后他的时间就是都顾得很短，然后人都非常的少，他们就是用一个极低的成本去支撑极高的房租费，然后就这样子活下来。然后韩国他们因为生育率低嘛，所以他们遇到的问题，接下来台湾都会遇到，人口老龄化，台湾已经遇到了，然后新的世代
也越来越少。像我们去年按照台湾的统计，你知道那个去年是算是龙年嘛？龙年通常是12年当中大家最多的。嘿，有趣的事情，龙年生出来的小孩已经比虎年还要少了。就大家已经不 care 聋不聋这件事情，已经聋不聋了，已经不 care 了。就是好像我记得才13万人还是15万人，就是已经是一种很少的。所以接下来台湾非常的有趣。而且我觉得像你讲少子化之后，会再反倒逼，就是前面讲就是讨厌小孩这件事情，或者是想要去公审父母这件事情。因为你如果没有小孩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去体会到说顾小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对，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同理干嘛的，而是你能不能够去想象顾小孩到底是在干嘛。对，你没有生小孩，你完全没办法知会到这件事情，你也不会发现说这个人现在正遇到什么困难。对，你也不会去想象，像我前面讲说，他现在可能父母之间为什么妈妈在顾小朋友，爸爸然后没有在顾，好像你当下看到这个状态，你就无法想象说他背后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你当下看到这个时间切片的这个结果。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其实再加上可能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这样子，对，就更容易导致说，讨厌小孩的这种集体情绪会容易爆发。它其实是一个很恶性循环的事情，就越少人生小孩，就越多人能够难以理解生小孩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就越多人会去，我找到我的同温层了，他们的声音就越来越大。而且我真的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我基本上我到陌生的环境，就是没有去的店家都不认识我们的那种人，大部分我觉得50岁以上的长辈都对小孩非常的友善、跟欢乐、跟开心。我觉得这也是像他们那个年代生的小孩多，顾小孩的经验很多嘛。对。即便你假设你不生好，你左右邻居每一个几乎都有生。对，你就很能够理解说，到底生小孩、顾小孩是什么样的情景。然后如果是到比较年轻的店，或者是比较就是都是年轻人的那个，你要进去的时候，他可能小孩才4个月，他说你要不要吃儿童餐，或者是要不要给你婴儿座椅？我说我小孩连坐都不能坐。对，他们就会比较难知道说你现在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或什么样的帮忙。然后老一辈的人他们都会讲说，一家人讲因那来点的，那行李变得如何如何啊，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小朋友欢迎的这种感觉，喜气。对，来财，完全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你们到现在为止顾小孩到现在，你跟你们的太太另一半发生过最大的冲突，请问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外人已经冲突很多了嘛。其实我觉得生小孩有一派最痛苦的就是除了外在的不谅解之外，你回到家里面还是有冲突，就是内外嘛，就是变成是，所以很多地方爸爸的崩溃就在一瞬间，就是你想说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我在家里面外面已经认真赚钱，被老板凌虐，被人家什么欺负，我到回家之后，我还要他妈像那个小废物一样。请问许博卷这一题问你应该是最棒的。因为我们有种说出来，我们的工作都一样嘛，我跟他的工作是一样，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就是什么我在外打拼，然后回家之类受苦的这种受累的这种想法。哇，你这句话好委屈哦。没有，我们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就是譬如我们可能是在一些细节上，譬如说我们一开始有因为一件事情，就是仰睡跟趴睡这件事情。他其实想要小朋友是趴睡的，你说两个分开，大儿子是趴睡，小孩子是仰睡的。大儿子分开实验组对照组，大儿子其实后来是仰睡的，因为我就是很有点胆小那种，就很怕说，我就看人家趴睡会怎样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说，那我还是我们仰睡这样子，有点让不是人家说头会扁吗？对，后来就是大儿子头就扁掉，然后而且还歪歪的，然后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就这件事情就其实是就是我的错嘛，所以我造成这件事情，所以。有被小说一下，对，然后后来小儿子就说，请趴睡，请。但也还好，没有到很大的冲突啊。有啦，就是这个事情是很长时间会多多少少会一直讲到说如果大儿子如果也是趴睡的话，可能会怎样之类的，因为这个是已经不可逆的嘛，所以他已经造成这个结果，就头扁歪歪的时候，就譬如说他拍片的时候发现说，两边脸好像也不太对称。你要转过来学不？没有这样子，大家好好沟通，对，强力沟通，有也不会排出来。那你跟你太太最大的冲突点是什么？我觉得反而是他的职场压力是比我大蛮多。会吗？我觉得做 YouTube 的职场压力才爆大。我们的压力算是自己扛啊。但是他的压力比较像是人际之间的，就是像你讲的老板之间的关系，可能老板同事之间的关系嘛。那就是偶尔啦，可能他上班的时候有一些情绪，
我不知道是可能还没有消化完这样，可能多少会有点带到家里面啊，或者是说可能会用他在职场习惯的说话的方式，可能跟小朋友说话，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会有点太严厉。对啊，我蛮好奇的，跟职场的方式跟小孩说这样子，他把它丢起来，你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你也拿出来给我看？没有，倒不是这样子，把这文件做给我，而是说呢，你的 PPT 呢？因为他在那些公司啊，可能小朋友的就像前面讲那种可能育儿之间的焦虑感吧，或是所谓的军备竞赛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在比如说虽然他才1年级啊，没有说什么课业要求，哇，你看1年级有军备竞赛，你看但我是说对于未来的想象啦，未来升学路的想象，他的焦虑感是明显比我重蛮多的。我倒是蛮确，我就想说他如果会念书就支持他。是不是我们只要拍的 YouTube 都会蛮糗的？没有，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因为像我老婆，她就是比较正规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中的理工科人才走的那条路嘛。那我就是异路，就是我就是可能念到大学念到一半，我就半放弃状态，就只要撑个毕业就好，我就去做 YouTuber。我的想法是可能比较，你不一定要走这么制式的这条路。我觉得这集下面大家一定讲说你们3个就是幸存者偏差，很有可能，我知道很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我意思是说，就是比如说育儿上的焦虑，它是比我重蛮多的。所以他是把这个压力带到你身上，然后产生冲突感，对不对？应该说会有比较激烈的讨论，多激烈？不是吵架，但是会有各自的想法，用词很小心。会有，真的会有各自的想法。我觉得我们今天找了2位来宾，都是算是非常 peace 的人，就算就是那种就干扣往肚里吞，就是他也不没有这个，就是当爸之后你就自然学会的一个。我觉得有啊，我觉得有，因为我在工程界里面，只要问到老一辈跟我合作过的人，我绝对算是火爆浪子，就是我真的就是会骂人，然后因为可以前那种师徒制，你学出来就是我们会被揍嘛，会被 K 啊，会怎样，在那个产业里面，我们沟通方式都很激烈，就是错就是错。我他妈管你他妈做几年，翻桌那种，你他妈算不对就不对，这个力学不对就是不对，你不要告诉我他妈你多厉害，就是我们会很三字经的讨论进去。但是那个像我们家里面就会，我自己在出现了副总之后，我就极为修炼这件事，就是我千万不要出现三字经。因为我觉得那已经是我们很常有时候不小心的习惯。然后你又会很怕他以后会把这件事情变成很习惯的一件事，就是在问他。然后，所以就是每次，我觉得反而是要沟通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很不爽的时候，就是心中把那个先 mute 掉。对啊，要冷静一下，要冷静期啊。不过，因为我向来就是一种讲这句话政治很不正确，但是我常常都跟他讲说，就是小孩当狗养，因为我从小我们家就是养过非常多狗。狗不会沟通嘛，但是它会让你有感应，就是你会知道说，他喜欢什么，他想要什么，他现在的情绪怎么样，然后我都是用当下的情绪判断他的样子，然后去做处理。我不是真的把它当狗养，不是给他吃狗饲料，我只是用那种情绪共感的方式，就是我觉得那个是人类最直觉的兽性，所以你不用看太多的什么育儿经验谈啊，然后什么，因为每个小孩，我理论跟你一样，就每个小孩都不一样。你现在看了这个东西之后，说他妈的不受用，那怎么办？对啊，你怎么会想说我小孩有问题吗？不是啊，你只是没有找到一个跟他共感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可能当爸前跟当爸后，你的那个情绪的修炼上面。修为会提升蛮高的，我觉得非常很多事情你会先在脑袋里转好几圈之后，你再讲出来，很多话会这样子。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是一个不到12个小时的一个冲突，就是我很多朋友，他可能是因为我就是工业背景，所以我很多朋友都会买给他那种工业类的什么锁螺丝的那种玩具给他，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他的手就很巧，就很会锁那种螺丝螺母啊，然后把它组成一下。然后我在晚上的时候就跟他讲说。然后这个就是垫片哦，然后你这个放在中间，然后你要这样子转，手指这样转进去哦，然后这个是要牙条，然后转几圈就是这几个牙这样子。在隔天哦，我在工厂，然后我们在锁一个就是妈已经做了200多次的东西，然后一个老塞在那边就是妈没有放垫片，就在不到12个小时之间，我想说你是会晓袂晓？这物件你用会几届啊？我囝都会晓。你都归回啊，我改嘎吧。然后我在他讲完这句话之后，我就想到昨天晚上在教副总的时候，这个是螺丝哦，这个是垫片啊。
你还这样子说，哎，没关系，来，我们再试一次，温和一点，温和一点，这就超好笑。我觉得像很多人也会讲，像古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啊？古癌他生小孩前跟生小孩后，你去听他的那个集数，你就会发现他简直就是不同的人。没有，他完全现在对网友极度火爆啊，那是最近啊，最近他生小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很温和的状态。对，巧虎，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每个我觉得爸爸妈妈都会啦，生小孩之后你的那个耐心都会提升蛮多。然后我觉得这一集就是能够请到2位，我觉得也算是学长啊，不管在 YouTube 界的2位学长，就是也是这个教育小朋友的学长。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跟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讨论非常久，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达出一个定论。请问你们给小孩零用钱吗？给多少？我们是用点数制度，这什么意思？就是其实这个制度是我们家自己在用，但是我们听过很多别人的说法，就是说啊这个好，有人说这个不好，点数，所以我们一直在改。游戏橘子啊，点数是，其实现在点数跟那个台币是1:1的啦，但是我们只是用点数来记这件事情，就是可能说，像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说，你可能在9点之前做完什么事情，然后可能譬如说他帮猫喂药，我说你喂一颗药加3点，就是，所以你跟简直算是政府的概念。有点，你们是一个地方政府。对，就是、你如果喂了猫，我地方政府给你3点补助。是。然后，但是如果你犯法了，干了什么事？你犯法了，那我们也会有罚款制度。好比说说谎啊，对，说谎是目前我们最严重的，是说谎是100点的。哇，说谎100点。对，但是我们就希望，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很严重，这是有点人格跟品性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个是放最重的一条。那你们发过最多的补助点数是多少？发过最多，其实他们现在如果每天好好做事情的话，一天可以赚到一天应该可以拿个50点可以。所以你是说包含拖地、扫地啊，然后没有，那个是那不算，那个是额外的，那是应该做的。他们基本没在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怎么样可以赚到这么多点？可以，比如说他们可能我们有个运动点数，他们每天走到1万步的话可以加30点。这是什么东西之类的？他们会有个手表嘛，手表计算走了几步这样子。健康。对，我们希望他早点睡，就是对生长有益的这种东西，我们都会有点数。对，晚睡的话就会扣点，晚1分钟，晚2分钟扣1点之类的这种。但是你们不会说扣几块钱，你们一定都是讲扣点。我的确因为当下算钱蛮怪的，就是你怎么样说5分钟太直接的感觉，给我扣铁来，5块拿来，这样很怪。现在其实有一点啦，就是有时候点数跟反正1:1嘛，那都把你的5块钱拿过来。他现在已经可以兑换了，对不对？他现在可以点数可以兑换台币，那已经算是博弈产业了。那他是从几岁开始会有这个点数？他们最近1年这个点数制度比较真的是1:1，以前是真的是跟他说点数就点数这样子。对，以前就是点数跟台币是没有等值的。那请问智商超群的门萨，你认为这个机制？你这样可以操控汇率？对啊，我刚才想说，我刚想的那些是跟你一样，就是以前啊，它可以控汇率，现在是1:1。我说这是央行哇塞！所以我刚才说你是政府啊，完全就是地方政府。我们家目前因为它很小，还没有零用钱，但是就是可能比如说红包钱。然后就是他如果看到东西他真的很想要，然后不是必要的东西，就比如说不是什么上学要用的，或是吃喝拉撒穿住的。你说好比说像玩具啊，玩具，他如果想要一个很想要的玩具，然后也不是什么特殊节日，比如说生日什么，他就是想要。因为很多小朋友他就是会想要闹嘛，用闹的，但他不会，我们就跟他说，好，你如果真的要的话，那你就拿你的压岁钱来买。所以你们没有压岁钱爸妈帮你保管的机制？没有，就让他自己的存款。那他刚出生的时候，一些亲戚朋友包给他的红包呢，就留着。也是在他个人存款。那你有帮他开户头？有，他要开那个证券户。那你有真的吗？可以啊，好厉害，可以那个定期定额啊。你就可以跟他解释，你可以顺便跟他解释啊，为什么要买这个。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有跟他讲说，爸爸的公司怎么赚钱的嘛，我就跟他说什么叫做公司，这是什么概念，然后为什么要买股票？股票是什么？股票就是一小块公司，就跟你蛋糕切一小块给你一样。好屌哦！对，就是可以类似这样子跟他讲啊，他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要帮他去买这个东西。他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不买玩具，我要去买什么叫股票？我不懂。所以你小朋友在几岁开始买股票？大概就是今年了，对，上国小。好屌反正你就可以跟他说，你就简单讲，就是说你这个钱就是从小钱慢慢变大钱。那完蛋了，这个家庭教育完全不一样。我跟你讲，我就是跟他讲，股票就是赌博。
因为我所有的投资都是投资实业，或者是对，就是我要看得到这个东西到底在干什么，然后可能是投资这间店，或者是投资这个什么。然后但是我跟他讲的股票概念不会是说，你要去看什么涨跌什么的，不是，而是说这间公司越做越好，它就会赚钱嘛。其实我是用实业的概念去跟他讲的，这间公司赚越多钱，那他是不是就会分给有这个小蛋糕的人？但是我虽然说就是我从来不买股票，但是实质上我还是有买股票，因为其实你有的股份就是股票。对，因为我都是用那种，就是因为我有很多外币我本来就有蛮多美金的收入嘛，国外的还有加上 YouTube 的什么那些，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我有个理专，然后他会把我多余的钱拿去买一些什么整包的那种股，也是有股票，也是有基金，有什么，然后我们就是拿趴数，但那个趴数都蛮高的，然后他会有一个人帮我看，他觉得今年或这一季买什么会比较好，然后我就讲好 yes or no 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那个钱都是放在里面不动的嘛，可是我觉得这可以理解，就是你现在用不到这么多钱，但是你小朋友如果加上他从小出生，加上一些压岁钱，那不就好几万，甚至什么几十万？对啊，那些几十万他就是可以一直用嘛，他想要买什么就用。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欲望没有到那么大，我觉得想买劳力士，他想买的大概就是几百块、1000，顶多就1000多块的东西。那他知道他有几万块这样子？他大概知道，但是我会跟他说，那个钱，比如说假设啦，有拿去买股票的，你就会跟他说那个是不能动的嘛。好酷哦！你已经放在那边了，你不能随便拿走。那或者是说，他其实当下满足他那个欲望之后，你就赶快转移他的注意力。就是他买完那个玩具就走了，他当下已经满足了，然后就走了，他就比较不会再说，我要再买那个，我要再买那个。因为我们其实接下来之后才会有计划，我们要拍一集再拍说我帮他规划的财务，就因为他从出生到现在就有很多人，不能有给他红包嘛，然后给他压岁钱嘛，什么那些已经有团购了，然后对，还有他自己赚的钱，然后我其实有把它收集成一包在那边，然后我就想说，我们频道叫超人少年嘛，那大家也知道，虽然一开始我讲超人少年，我们讲少年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希望大家永远像个少年一样，有一个好奇心跟学习的热忱这样子，但是很多人大家会讲说，你妈你现在中年了，就是你还在少年上，所以那时候我们还想说我们现在副总出来了，那他以后就是这个频道的接班人，没什么好留给他的，我就只能留一个就是还不错的 YouTube 频道给你。他现在才不到1岁，够少年了吧？所以我要用一种公司理财的方式，怎么样传承这间公司？我们想用这样的方式，打算帮他重新就是规划多少钱买黄金，然后多少钱买这个股票。那公司目前现有资金，你多少你可以继续跟这个理专做配合。哇，我们是想说把它变成一种蛮好笑的一种，就是公司如何延续到下一代的这种概念。哇！但是我还是会有疑问，他们现在有自己的压岁钱，他会想要跟你讲说，爸爸我要去哪里玩？他会想要用，他会想要说他想要拿去买什么？我想去迪士尼。爸爸不要，那你用压岁钱这样子。我还是要花钱带他们去，但是想跟他们再多讨论一下这样。对，如果要去迪士尼，要怎么计算这个钱？他到底是要连机票都算他的嘞，还是应该是要那个都是他妈妈想去的。我们这一集既然是台中地方爸爸，有没有你们2位大家推荐，就至今你们觉得非常适合在台湾带小孩子去的地方？不管是不是合作的，或者是你们只是去意外发现到这个地方真的超赞，爸爸也能放电，妈妈也能放松，小孩也能够就是完全玩到疯掉了，这么完美的吗？有吗？所以我想好奇啊，说不定可以借我们频道推广给很多地方爸爸做好功课准备嘛，就是以后大家就可以知道说，那哪几个地方我可以去这样。我们特别喜欢去免钱的地方。哪里？都类似中央公园之类。中央公园够大，够大，然后就大到找不到人，安全，你可以看着他们可以跑比较远一点这样。但中央公园它没有，你小孩已经大了嘛，所以应该不需要游乐设施。但中央公园其实没有任何游乐设施，它就是有球场，然后很多草皮。真的吗？因为我中央公园我到现在还没去开拓这个。它没有什么所谓什么溜滑梯荡秋千什么。我知道新出来的绿美图是蛮漂亮的，推车什么都，因为我到现在我还要考虑推车这个问题。对，你有小孩之后你就知道台湾的路有多烂。真的嘞，你知道以前那个蚁人在那边跟我讲说什么，那个他们残障的人，然后轮椅都这样，对不对？我有感觉到，但是我没有共感。我自从我推婴儿车之后，我他妈台湾路上就烂到我都要想要把它打烂，就是我他妈想要看个怪手直接把它铲掉那种程度。我觉得有个叫马卡龙公园的地方，马卡龙公园真的不错，的设施不错。马卡龙公园，在太平那边，而且你旁边又有篮球场，你爸妈可以打篮球，
小孩旁边可以玩溜滑梯，一个人可以在那边打球，打3对3，而且他那边的溜滑梯是超巨的那种，就是大概4-5层楼那么高。什么叫超巨的溜滑梯？超巨大，很大的一个溜滑梯，3层楼那种是不是？至少有3层楼。真的假的？哇，3层楼，至少3层楼以上。我目测应该是4层楼、5层楼。那可以玩吗？那小朋友可以玩？他有人在下面管理，就是他会有，因为小朋友都会抢，他会有那个人流管制，还有那个号码。所以你也去过马卡龙？有去过蛮多次的。我之前有拍过一集那个台中的那个公园评比就是专门拍给有要带小朋友的，可以去看一下。好，那在你心中的 Top One 是谁？至今流连忘返。最方便的是马卡龙公园没错啦，因为它兼具交通方便性，它就在那个交流道下面，然后又有停车，然后游乐设施又够多。他讲了一个没花钱的，你要讲一个有钱的。有花钱的就是那种室内游乐园啊。马叔很喜欢去那个乐米乐园，然后还有他稍微年纪大一点之后，有给他去学滑雪，在那个南屯那边有那个室内的滑雪场，那个就蛮不错，而且就是又可以运动，然后又很特别。当然费用是比较高，但是如果说你假设你以前单身的时候你是习惯滑雪，你觉得说是不是生小孩之后我就不能够享受滑雪这个兴趣了？其实你可以让他去那边练习一下，他到雪场之后超快。他直接就下去了，哇！你怎么那么快？我都还没准备好。我看你们那个真的超厉害。对，他就直接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去那种室内滑雪场也是一个选项。我个人推荐一个，虽然说他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因为我常常会去一个地方练打泰拳跟练那个 MMA。台中其实在成品的12楼吧，我记得没记错12楼，它有一个专门在教格斗的健身房，然后它里面有个时段。就是小朋友的格斗训练，然后就是老外教练，然后讲英文，然后他就会带你摔什么巴西柔术啊，然后在你那边翻，然后那边的小朋友都小到快2岁3岁那种，但我觉得很棒，是因为我觉得小朋友难免以后到学校一定都遇到被欺负，有可能，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坏学生，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团体的那种霸凌的问题，需要自保的时候啊，对，然后我觉得从小让他们不害怕人跟人那种肉体搏斗跟接触是不错的。然后有趣的就是，我觉得他很适合，就是比如说爸爸顺便健身，你就把小孩丢给教练，可以同时就是你去健身，然后他去上课，妈妈楼下逛街，好棒，逛精美成品，那不错哎。然后逛完对不对？然后楼下吃饭，就逼完他们就吃饭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是过一天了，完美。完美的一天，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推荐给大家啊。我们3个介绍都没收人家钱，都没有任何业配，只是我觉得感觉还不错，还是大家可以那个。你家有在工业环境长大的小孩子吗？虽然你没办法跟副总在同样的公司工作，但你可以跟他用一样的口水巾跟一样的 T 恤。一个工具箱里面有3件工业宝宝 T， 还有副总口水巾。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因为我知道这年头少子化非常的严重，但你可以送给在工业环境中长大的小 baby 们。记得那句话，从小学工业，长大赚大钱。本集广告由副总个人赞助播出。还有超认真8公咖啡绿挂组合，现正热卖中。所以应该从这集听起来，你们2位应该都是极度支持大家可以生个小孩来玩玩的吗？没有啊，我觉得你就是自己的人生选择，人生体验，人生体验。所以在最后结尾上，有没有想要跟目前还在犹豫要不要生小孩的人做一个结尾的分享呢？你犹豫要不要生，很多地方要考量。真的很多没事，没有办法说，不一定要讲好的，我们诚实面对，我们不一定要讲好话。经济要考量一下。真的很花钱，因为现在坦白说真的很花钱。然后住的地方什么的也是要考虑一下。怎么说？住的地方是，就譬如说你是租的，然后你可能有需要搬迁或什么的，那你如果带个小朋友，那你也是很辛苦。对啊，然后可能隔壁邻居隔音很差的话，隔壁邻居投诉，那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困扰之类的。也是真的。对，那巨蟹你有吗？我觉得是心態上，还有你的时间规划上会变得很紧凑。就是心態上，你的想法会变成说，从你自己或是可能你跟你的伴侣为主，但是会变成说，几乎以后就几乎都是从以小孩为主的出发点。但是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是跟伴侣的关系会变得更紧密，因为你会变成真的很密切的合作关系。合作伙伴。以前比较像是你们2个人一起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享受这个世界，大概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会变成说，你们会共同为了一件事情去各自付出自己的努力，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摩擦跟争吵，也是一定有。但这个是要有心理准备。所以人家正所谓说 happy wife happy life 嘛，
对，所以大家有没有听过 Happy Husband 下面的下一句什么呢？没有，没有，就表示没有，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没有 Happy Husband。不会啦，我觉得我们3个都蛮 happy 的、啊，还不错，还不错。对啊，好，总而言之就是简而言之啊，感谢大家这一集的收听。那希望听完这集之后，你对地方爸爸有不一样的想法跟不一样的看法。那希望有机会才能够再次邀请到2位来一起来录制这个节目啦。好，那我们再次感谢大家这个礼拜收听我们超认真少年的2025年的最后一集，这也算是2025年我一个人生最大有趣的礼物出现了。对，好，那感谢今年大家的陪伴，那希望明年还有你们。那我们就2026年大家再见喽，拜拜，新年快乐，拜拜。